很高兴您来到 Star 频道。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。好奇赵丽颖本人现实是什么样？扒一扒她的真实性格。平时咱看赵丽颖的剧，总觉得这姑娘演啥像啥，花千骨里软萌又能扛事的小骨。风吹半夏里敢闯敢拼的许半夏，幸福到万家里轴的让人心疼的和幸福。连知否里的明兰，那种藏拙又通透的劲儿都演活了，看久了就忍不住琢磨，这戏里角色换得比翻书还快，现实中的赵丽颖到底是个啥性格啊？是像许半夏那样雷厉风行，还是像明兰那样低调内敛？今天咱就掏心窝子唠唠，从她工作、待人、过日子这些实打实的事儿里，扒一扒她最真实的样子。先说说她对工作那股子轴劲儿，真不是圈里随便吹的敬业，是能让人看在眼里、记在心里的实在。就拿拍《风吹半夏》来说吧，她演的许半夏是个做钢铁生意的女老板，有场抽烟的戏，你别觉得抽烟是小事，要演出那种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出来的老练劲儿，还真不是叼根烟摆姿势就行。听说赵丽颖为了这场戏，专门把自己关在剧组的小厂房里练了3天，不是瞎抽，是连烟灰弹多远，手指夹烟的力度，甚至吐烟圈的节奏都抠得特别细，就怕一个动作不对，毁了角色的劲儿。后来张艺谋导演也说过，拍第20条的时候，赵丽颖在片场能一言不发待好几个小时，就为了沉浸在角色里。刚开始张导还以为她天生话少，后来才知道她是一进工作状态就钻进去了，连周围人说话都听不见。其实早年间她跑龙套的时候，这股子轴就显出来了。那时候她还没名气，演个宫女、小配角，戏份可能就1-2分钟，但她照样提前背熟所有台词，连跟主角搭戏时该站哪个位置，该有啥微表情都琢磨。有次拍古装剧，她演个连名字都没有的小宫女，就因为导演说你眼神里的有戏，她愣是对着镜子练了1晚上眼神。第2天拍的时候，连导演都愣了，这小姑娘咋比主角还认真？现在她成了1线，这股子认真劲儿也没丢。剧组里甚至有个不成文的说法，跟赵姐拍戏，台词差1个字都得重来。但你别觉得她苛刻，跟她搭过戏的新人都说，她不是挑刺，是会手把手教你，比如怎么调整语气让台词更自然，怎么通过小动作让角色更立体，拍完戏下来，演技都能长一大截。再说说她待人接物，跟镜头前那种大明星范完全不一样，反而像咱身边那种踏实又暖心的姑娘。之前有个保镖师傅跟人聊起她，说有次下雨天拍戏，保镖给他撑伞，他见保镖半边身子都淋湿了，就主动把伞往保镖那边挪，还说师傅你也进来点，别感冒了。上下车的时候，不管多累，都会跟司机、保镖说声谢谢。你可别觉得这是装的，剧组里的产物。化妆师也常说，赵丽颖没架子，夏天拍戏大家都热得慌，她会自己买奶茶分给工作人员。冬天拍外景，她会把自己的暖手宝借给新来的助理用。还有次拍《幸福到万家》，剧组里有个年轻编剧，因为是新人，剧本署名的时候没被加上，小姑娘躲在角落里哭。赵丽颖知道了，直接去找制片人，说这剧本里有她不少心血，没她这戏也不是现在这样，必须给她署名。后来制片人拗不过她，还是给那编剧加上了名字。那姑娘后来还专门发朋友圈说，赵姐让我知道，在剧组里，不管你是新人还是老人，努力都该被看见。对待新人演员也一样，比如跟张可盈搭戏的时候，张可盈刚开始走位总不对，赵丽颖没嫌麻烦，拍完自己的戏份后，专门留下来陪她走机位，
教他怎么跟对手戏演员配合，还说别怕错，多试几次就会了。平时在综艺里，他的性格就更真实了，一点不端着。之前上《偶像来了》，林青霞都说他安静，不抢风头，但玩游戏的时候，他那呆萌劲儿能笑死人。有次玩反应力游戏，别人都抢答完了，他还在那儿愣神，等反应过来，游戏都结束了，弄得汪涵他们都跟着赵丽颖附体，集体愣神，全场笑翻。但他也不是真的慢半拍，关键时刻特别暖，鼓励娜扎那时候因为网络暴力哭了，别人还在劝别难过。赵丽颖直接坐在娜扎身边，跟她说：“我以前也被人说过不好听的，别往心里去，咱们好好做事就行。”朱茵有次差点摔倒，她眼疾手快就扶住了，还小声问姐：“你没事吧？”这些小动作都不是演的，是下意识的关心。不过她也有直的一面，就是大家常说的赵小刀，说话不绕弯子，有啥说啥。有时候还会戳到人，但你仔细想，他那不是没礼貌，是实在。比如早年跟陆毅一起拍胭脂发布会的时候，记者问他觉得陆毅怎么样，他直接说陆毅老师是老艺术家了，跟他拍戏能学到很多。这话一出来，陆毅都笑了。你这丫头，我还没到老艺术家的年纪呢。还有次回应绯闻，网上转得沸沸扬扬。他直接发了句算你妹，又马上把话题引到新剧上，网友都说这回应也太硬核了，不愧是赵小刀。但他的直不是没分寸，比如采访的时候，记者问敏感问题，他不会故意对人，而是笑着说这个问题我不想聊，咱们聊聊戏好不好？既不尴尬，也守住了自己的边界。再说说他过日子的事儿吧。之前他结婚、离婚那事儿闹得挺大，但他从来没在网上卖惨，也没说过前夫一句不好。离婚后没多久就回归工作，用《幸福到万家》《风吹半夏》这2部剧证明自己。冯绍峰之前评价他性格直率果断，有主意，这话真没说错。比如他当年从农村出来，家里人其实不太支持他当演员，觉得一个女孩子家跑龙套不稳定，但他认准了喜欢演戏，就一个人去北京闯，跑了7年龙套也没放弃。后来红了，有人劝他趁流量多接综艺，多代言，他却说我还是想多拍点好剧，演戏才是我最想做的事。当然了，作为公众人物，他也有被争议的时候，比如早年劈叉辟谣那事儿。当时网上传她怀孕，她发了个劈叉的视频说没怀孕，后来大家知道她那时候确实怀孕了，就有人说她不诚实。但咱客观说，那会儿她事业正处于上升期，怀孕这事儿对女演员来说确实敏感，她可能也是没办法才那么做，换做普通人，在工作和私人生活之间，也未必能做得更好。还有次他代言某个奢侈品牌，因为品牌之前有过争议，他也被卷进去了。网上有人骂他只看钱，但更多人还是理解品牌的问题归品牌。赵丽颖作为代言人，也是按合同做事，不能因为品牌的事儿否定她的努力。其实你细想，赵丽颖最难得的地方，就是火了这么多年，没飘。她还是那个从农村出来的姑娘，踏实、认真，待人真诚，只不过多了些经历沉淀下来的坚韧和果断。她不会像有些明星那样，把自己包装的完美无缺，反而会让你看到她的不完美，比如工作起来有点轴，说话有时候太直接，面对争议也会无奈。但正是这些不完美，让她更像个真实的人，而不是镜头前的纸片人。就像他自己说的，喜欢演戏就坚持做好，其他不必看重。这么多年，他确实是这么做的，不管是跑龙套还是当主角，不管是结婚还是离婚。
她都没丢了自己的初心，该认真的时候绝不敷衍，该温暖的时候绝不冷漠，该果断的时候绝不犹豫。所以你看，她的性格不是单一的强势或温柔，而是像她演的那些角色一样，立体又鲜活，有许半夏的拼劲儿，有明兰的通透，有何幸福的轴劲儿，还有小谷的真诚。或许就是因为这份真实，不管是十几岁的小姑娘，还是几十岁的阿姨，都能喜欢她，不是因为她有多完美，而是因为从她身上，咱能看到一种只要认准了，就好好干的踏实劲儿，看到一种不管遇到啥事儿，都能扛过去的坚韧劲儿。这种性格不是演出来的，是在日复一日的工作和生活里慢慢沉淀下来的。所以啊，现实里的赵丽颖比剧里的任何一个角色都更让人觉得亲切，也更让人佩服。